孩子太习惯用英文来回答我的中文，我怎么做才能帮孩子把这个习惯扭转过来呢？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跟你一起探讨在海外培养孩子中文那些事的 Masugi。我们这个父母讲中文，孩子讲英文的系列做到了第4期，终于要开始行动了。这期视频是关于如何帮助孩子扭转从讲英文到讲中文这个习惯的大方向。我列举了以下10个大方向，你来看一下你家的情况来说，哪个方向比较顺路呢？1. 先别急着强迫孩子开口说中文。你可能会觉得，想要孩子说中文，那就叫他说呀。这个很符合逻辑，但是如果孩子会说中文，孩子习惯说中文，他早就说了，还需要等到父母提醒吗？他的英文能力完全碾压了中文，要他说中文，就好像要求一个右撇子用左手写字一样，非常的别扭。不信你试一下。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让孩子听到更多优质的中文，等他准备好、热身好之后呢，才鼓励，不是强迫，是鼓励他说出中文来。具体的解释，请看我之前的影片，孩子听到的中文多少才够。说句好玩的事情，我是一个右撇子，之前有一段时间，突然好想试一下用左手写字，然后我就开始练习。刚开始的时候写得歪歪扭扭，但是后来我可以大概1个月之后，我可以用左手每天写一篇小日记，好有成就感。孩子学习中文也是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会有点别扭，但是练习多了，每天进步一点点，某一天你回头一看的时候，孩子已经跨了一大步。2. 先帮孩子建立说中文的信心。这个父母讲中文，孩子讲英文的对话模式，前提条件是孩子能听得懂中文。但是从听得懂到说出来只有一步之遥，他为什么不说呢？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原因，就是孩子对自己说的中文不够自信。他的英文能力比中文能力好，他怕自己说不好，起码没有英语说得好。我们家长能够做的呢，就是鼓励孩子多使用中文，少纠正他的错误，先帮孩子慢慢的把说中文的自信找回来。第3，从生活开始抓小放大。我们想要重新建立孩子说中文的信心，最好入手的地方呢，就是他最熟悉的领域。仔细观察你跟孩子每天的日常对话当中，你对他说的最多的话，以及他对你说的最多的话，先把这些对话转移为中文。例如关于吃饭、睡觉、出门的，你每天在孩子耳边唠唠叨叨，孩子每天听得最多的，鼓励他用中文跟你完成这些对话。从熟悉的生活琐事开始，重新建立用中文对话的模式。抓小放大的意思呢，就是别贪心着想要一下子要求孩子把所有的对话都转移为中文，而是先从小范围做好，稳定了中文对话的模式之后呢，再一步一步的往大范围去扩散。第4，从孩子的兴趣出发。兴趣是孩子最大的动力，没有人比你更清楚自己的孩子喜欢什么。他当下喜欢的东西，肯定是他最愿意拿出来跟你分享的。花点时间把这些兴趣的相关中文词汇教给他，鼓励他用中文来跟你分享。你也可以考虑用中文来教孩子一件完全新鲜的事物，这件事最好是他在英语里面没有接触过的，例如用中文教孩子钓鱼，用中文教孩子下围棋，他在这方面的中文词汇要远优先于英文，这样子在你们2个人的对话的时候，他会更可能的使用中文。哪怕只是使用中文的词汇，用英语的方式把它夹在里面说出来，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一种进步。5. 利用物理条件来给予孩子说中文的动力。例如说东西太高了，孩子拿不到，你可以提醒孩子，请你用中文来问我。当孩子做到了以后，你也可以顺带说一句，当你用中文来问我的时候，我总是很乐意帮你。那孩子以后就记住了，用中文来问，事情会顺利很多。
接下来这条视频是我们班上的小学生们问我要小花贴纸。我要花，我要花，谁要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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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我要花，我要。是不是相当踊跃呢？小花贴纸在我的手上，这个物理条件给予了孩子说中文的动力，因为他们真的很想要到小花贴纸。但是大孩子对小花贴纸一点兴趣都没有，这个时候你可以要求他用中文来跟你沟通一下这个星期玩 iPad 的时间安排。第6，给孩子留一点用中文来思考和表达的空白时间。Miss Yuki 说要增加孩子的中文输入量，那我就像马达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说个不停。中文输入量是提高了，但是孩子的中文输出量却被你堵住了。语言最大的功能是对话，它就像抛球一样，抛过来抛过去。我们不能把球抛给孩子又强势的抢回来，我们把球抛给孩子，孩子接到球之后，给孩子一点时间去思考和组织语言，特别是当中文是孩子的弱势语言的时候，这一点尤其重要。第7，奖励孩子说中文。这个方法非常有争议，家长一定要慎重考虑，因为它很有可能就发展为孩子不给好处就不说中文的形式。但是也有的家长认为，如果使用得当，这个方法可以给孩子说中文提供一种外在的动力，先把轮子转起来再说嘛。这个方法见仁见智，家长可以根据自己孩子的性格和脾气来做决定。但我想提出一点的是，奖励孩子说中文可以考虑，例如说，如果你今天都用中文的话，晚上有甜点哦。但是我坚决反对惩罚不说中文的孩子，例如说，今天不说中文，你就别想看电视。这样的做法让孩子把说中文和负面的情绪联系在一起，短期看来可能很有效果，但是长期来看很难让孩子持续的自主的对中文感兴趣。第8，找个新人重新开始。父母讲中文，孩子讲英文，这个对话模式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如果要扭转这个习惯，大人和孩子都要跳出自己的舒适圈，重新开始去适应，要共同努力才可以把这个共同的习惯扭转过来。如果家里的条件允许，可以考虑让一个全新的人进入孩子的生活，他可以是国内来的亲戚，也可以新聘请的保姆，也可以是中文家教等等。在建立关系的一开始只用中文，孩子一定只能用中文来回应对方。父母最好给他们2个独自相处的空间。当孩子习惯了用中文来对话，父母可以耐心地引导孩子把这个习惯转移到你们之间的对话上。第9，参加中文兴趣班。我创办的 Cool Panda 中文兴趣班主要是为6岁以下的孩子提供沉浸式的中文体验。我最经常对家长说的一句话是，你的孩子来我这里学中文是不会意识到自己在学中文，他们是来玩的，只是玩的过程中需要用到中文而已。找到适合孩子的中文兴趣班，可能会在孩子说中文这件事上起到了蝴蝶效应。我收到了很多家长的反馈，在参加课程一段时间之后，孩子对说中文产生了兴趣，在家里会主动地问爸爸妈妈，这个用中文怎么说，那个用中文怎么说。因此，找到适合孩子的中文兴趣班，有可能是扭转孩子从讲英文到讲中文这件事的契机。第10，回中国。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比回中国更有效率了。每一次旅程都能让孩子完全沉浸在中文的语境中，让英语束手无策，让孩子的中文发挥最大的功效。这一点我就不用多解释了，只是想提醒父母一句，我们在旅程中尽量的忍住，不要急着给孩子当翻译，后退一步，
给孩子多一点时间和空间去适应这个全中文的环境。如果你觉得适合的话，也可以在回国之前跟家里的人先沟通一下，孩子的中文水平大概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请求他们在跟孩子说中文的时候，起码在刚开始的时候，尽量慢一点，尽量多一点耐心，也请求他们谅解孩子可能在适应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需要的沉默期。这样做，我们可以为孩子争取到更轻松、更包容的中文氛围，这样给孩子回国练中文这件事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开始。好了，刚刚分享了10个帮助孩子扭转从讲英文到讲中文这个习惯的大方向，哪个方向你们家能用得上呢？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我们这个父母讲中文，孩子讲英文的系列，下一期就是最后一期了。我们会落实到每一次跟孩子的对话当中，我们如何来使用一些小技巧，来引导孩子说更多的中文。不要错过咯，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